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明明2瓶矿泉水成分几乎一样，一瓶2块钱，一瓶卖到20块，你可能会拿了贵的那一瓶。你不是在买水，你是在买一个名字，而这个名字就叫做品牌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某个品牌的故事，而是品牌本身的故事。它是怎么诞生的，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渗透进我们生活每一个角落？真相可能比你想的更早、更深、更惊人。首先，让我们回到最原始的起点。最早的品牌居然不是用来卖东西的。几千年前，人类刚开始学会农业和畜牧时，为了区分这头牛是我的，那头是你家的，人们会在牲畜身上露一个独特的标记。没错，英文单词 brand 的词源之一就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烙印 branding iron 行为。最初品牌不是为了推广产品，而是为了宣示所有权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人开始意识到这个标记也许可以有更大的用途。时间来到公元前1500年，古埃及人开始在陶器上刻上生产者的名字或图案，罗马人也会在武器或酒瓶上刻上标识。为什么？为了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做的好东西。这时候的品牌开始有了信任的功能。跳到中世纪欧洲的工匠工会出现，每个手工业者都要在作品上刻上自己的印记，证明你是合格出品，这也算是品牌认证的雏形。而真正让品牌走入大众消费的时代是工业革命。18世纪末开始，机器取代了手工，工厂取代了作坊，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开始装箱运输，上架售卖。以前你认识那个街角做肥皂的师傅，现在你只能在百货公司看到成排长的一模一样的肥皂，你怎么知道哪个好？1870年代，美国的 Pierce 香皂是最早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现代品牌营销的肥皂之一，把肥皂装进漂亮的盒子，还请了艺术家画插画打广告。Pierce 不是在卖肥皂，是在卖身份。他们说，用我们的肥皂，你就和英国皇室一样高贵干净。这时候品牌第一次成为一种想象力的工具，你买的不再只是肥皂，而是一种感觉。1到20世纪初，品牌这件事彻底爆发了。可口可乐、百事可乐、福特汽车、雀巢、力洁时，这些今天你耳熟能详的名字，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。那时候的企业发现一个现象，你东西做得再好，没人知道也没用，于是他们开始大量投资广告，在街头广播电视上轰炸式出现。他们发现，只要品牌够响亮，就算产品差不多，消费者也更愿意掏钱。这就是品牌的力量，它能在消费者心里占一个认知位置。20世纪中期，广告行业迎来了黄金时代，尤其是在美国，广告人变得几乎像摇滚明星一样重要。你可能听说过一句话，买钻石送女人是爱的象征，源自 De Beers 在1940年代发起的一场超级品牌运动。他们成功的将原本并非稀缺的钻石，通过精心策划的广告和文化绑定，塑造成了爱情与婚姻不可或缺的象征。但 De Beers 硬是靠一系列广告、明星、媒体合作，把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这句话打进全世界人的脑子里。你看，品牌已经不只是卖产品了，它开始塑造文化。这也意味着品牌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多元，信任的保障、身份的象征、生活的愿景、情绪的投射。一个人买 LV 不是因为包的皮料比别家好10倍，而是想说我是谁。一个人坚持用苹果手机不完全是因为功能，而是想传达我有品味，我懂科技。而到了数位时代，品牌不再只是企业在说话，而是变成了一场双向的对话。消费者也可以上网评分、吐槽、点赞，品牌不再掌控一切。社群媒体彻底改变了品牌的游戏规则。例如，有些品牌靠去中心化出圈，像是 Supreme 靠街头潮流文化， Nike 靠社群挑战， Lululemon 靠瑜伽文化圈层。你不是在买一个 logo， 而是在加入一个信仰社区。这也导致品牌越来越讲究个性。你看 Patagonia， 它不是卖衣服，是在卖环保理念。你看特斯拉，它不是卖电动车，是在卖科技教主马斯克的梦想。除了这些面向消费者的品牌 B2C 之外，品牌的力量也早已渗透进企业级市场和基础设施。那些你可能不太常听到，但支撑着全球运转的品牌，比如云计算巨头、工业软件公司 B2B， 他们建立的品牌信任决定着数十亿美元的交易。在这些领域，品牌的核心价值是可靠性。
reliability 和专业度 expertise， 而非个人身份或街头潮流。品牌真正成为了商业社会中不同层次的隐形货币。但等等，我们是不是说的太正面了？品牌真的只有好的一面吗？当然不是，品牌也可能是美化事实的包装术。比如你买的洗发水上面写着天然有机，但仔细看成分，其实还是一堆化学配方。品牌还可以操纵认知。可口可乐的品牌形象是年轻、阳光、自由的代名词。这种积极的品牌建构，与其作为全球最大含糖饮料制造商的身份，在公共健康领域引发了持续的争议和讨论。甚至有些品牌会借助人设来掩盖内部问题。你喜欢某个品牌代言人，喜欢他的故事，结果后来爆出性骚扰或丑闻，品牌立刻撇清关系换代言人，但你对这个品牌的认知已经留下来了。所以品牌是一把双刃剑，它可以让产品加分，但也可以用来掩盖真相。它可以让你产生归属感，也可以让你陷入消费陷阱。但无论如何，它已经成了现代商业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没有品牌，你甚至连一瓶水、一台电脑、一支牙刷都不知道该怎么选。品牌变成了信息筛选器，帮我们快速判断信任与否。而企业也通过品牌建立起非价格竞争的护城河。同样是做手机，为什么苹果能卖贵那么多？因为它不只是卖手机，它卖的是品牌。你以为它卖的是功能，其实它卖的是一种身份，而这就是品牌的终极形态。但接下来我们要聊得更刺激，品牌到底是怎么控制我们的选择？你以为你在选择品牌，其实是品牌在设局让你选它。我们先从一个词讲起，品牌忠诚度 brand loyalty， 这是品牌界最宝贵的资产。一个真正成功的品牌不是让你买一次，而是让你一辈子都离不开它。比如你爸用某牌剃须刀，你长大后自动也选那牌；你妈煮饭用某品牌酱油，你脑中默认那就是家的味道。这不是功能优劣的问题，而是情感链接的问题。品牌专家说，这种惯性认知比广告还有效。那品牌是怎么建立这种忠诚度的？第一招，打造第一印象。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品牌都会抢占孩子市场？比如宝洁公司推出儿童专用洗发精，麦当劳送玩具，可口可乐推圣诞老人动画，目的很简单，从小把品牌形象印进你大脑，只要你脑子里一想到快乐，就想起它。一旦建立这种情绪连结，后面广告只要再轻轻一推，你就更容易掏钱。第二招，制造品牌人格。现代品牌早就不是公司这么无聊的概念，他们会给自己塑造一个角色，比如苹果像是一个潮流前卫、设计油品的科技达人，耐克就像是一个激励你突破极限的健身教练，星巴克像是一个有点文艺懂生活的朋友。你在选择品牌的时候，其实是在选择你想跟哪种人格相处。这是心理学家说的，人类天生容易拟人化物品，所以品牌只要建立性格，你就会不知不觉对它产生感情。第三招更猛，制造对立，强化认同。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广告话术？不是所有酸奶都叫某某。这招超狠，它直接把市场分成两边，我们是懂的人，别人是外行。这时候你买的不是商品，是一种身份标签。像百事可乐就喜欢把自己定位成年轻反主流，而可口可乐是正统经典。结果是什么？两个品牌都吃到了市场红利，但你却在情绪上选了边。而品牌最擅长的就是把你关进自己的生态系统。比如 Apple， 你买 iPhone， 然后你发现 iCloud 好方便，你用 AirPods 接入 Mac、iPad 都自动连线，你习惯了 FaceTime、iMessage， 连换手机都开始犹豫。这时候产品只是入口，真正把你锁住的是生态加品牌认同。甚至很多人会说，我已经离不开苹果了。品牌不是绑架你，是让你心甘情愿被绑。还有一种更可怕的现象叫做品牌即生活。比如 Nike， 你不是穿 Nike 鞋去运动，你是因为 Nike 告诉你 Just do it。 你是个追求突破极限的人，所以你选了 Nike。 你以为是你在选品牌，其实是品牌在定义你是谁。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，品牌越来越像信仰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就算某些品牌出现问题、出丑闻、涨价、服务差，还是有很多始终不离不弃。他们不是在支持商品，而是在守护自我认同。而且今天的品牌早已不只是商品品牌了，
人也可以是品牌。你看马斯克、金卡戴珊、周杰伦、Blackpink， 他们不只是人，而是有独特价值系统、视觉识别、社群互动的个人品牌。甚至连国家也在做品牌，日本等于干净安全，法国等于浪漫艺术，瑞士等于高品质，台湾等于文艺小清新，香港等于繁忙金融都市，马来西亚也开始打造亚洲之星、多元之美的国家品牌形象。一旦成功，不管是吸引游客、投资人才，都有巨大加分。品牌已经成为一切的隐形货币，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品牌形象，你不需要去过，也会有一种感觉。但问题也来了，当一切都可以被包装成品牌时，我们要相信什么？你看到的是品牌传达的形象，但你不知道背后真实的生产流程、工厂条件、碳排放、劳工权利。一瓶环保饮料说自己拯救地球，但它可能是塑胶瓶跨国运输，成本全砸在行销。一家科技公司宣传自己关心隐私，实际去追踪你的每一个点击。这些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品牌翻车事件， H&M 因为供应链劳工问题被抵制， Volkswagen 因为尾气造假引发全球诉讼。美妆品牌在广告里强调真实，结果被爆出全是后期修图。所以品牌是一种力量，但它也需要责任。好的品牌不只是外表好看，而是内核也扎实。它要做到说的是真话，做的是实事，对得起消费者的信任。而我们消费者也要练就一双眼睛，别只看广告，看背后逻辑，别只信包装，查一下来源，别只问这是什么牌子，也要问这个品牌做过什么事。品牌的未来不只是讲故事，而是要活出故事。真正强大的品牌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、危机挑战、消费者质疑的品牌。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，品牌不是一个 logo， 不是一句口号，更不是广告堆出来的光鲜，它是一段关系，是你和产品、你和公司之间建立起来的长期信任。你选择什么品牌，也是在定义你是谁。我们被品牌改变了生活，而我们选择支持的品牌，也在改变世界。所以下一次你掏钱的时候，不妨想一下，你买的是产品，是故事，还是一种信仰？这就是品牌的力量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的真相。希望今天的节目让你对品牌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次继续讲更精彩的商业故事。